陈多多一直都在强装镇定，即便他一向的行事风格颇有些女汉子的味道，但今天的事情也是他这辈子都不曾经历过的。他亲眼看到了李亚林的尸体，看到了叶晨三舅妈毒发身亡，看到了自己团队多名成员惨死的可怖画面，但是他一直强撑着让自己的心态不要崩溃，因为顾秋怡还在演出，他就是整个团队的负责人，他必须把这些事情处理好。可是当他见到顾秋怡的那一刻，一直强撑着的心态再也无力为继，哇的一声哭了出来。顾秋怡也是被他的表现吓了一跳，连忙问道 VIP 区怎么了？有我叶晨哥哥在，能出什么大事啊？竟然把你这个人送外号眼睛金刚葫芦娃的陈多多给吓得哇哇大哭。陈多多哭着说道，你不知道，演出的时候来了一波匪徒，杀了好多人，就连那个华人探长李亚林都被杀了。什么？顾秋怡整个人瞪大眼睛，脱口问道，怎么回事？叶晨哥哥和他的外公外婆怎么样了？陈多多忙道，他们倒是没事，只是安家有一个女人毒发身亡了。紧接着陈多多便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顾秋怡。顾秋怡听完也是惊得花容失色，她做梦也没想到在自己的演唱会上竟然会发生这么严重这么恐怖的袭击，而且最关键的是自己竟然对这件事情一无所知。不过在知道叶晨以及安家人大都安好，毒发身亡的那个女人也只是叶晨的舅妈之后，顾秋怡才稍稍放了心。随后她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赶紧给叶晨打个电话，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毕竟陈多多知道的也只是非常片面的一部分。而这个时候她才忽然想到，自己刚刚才收到了叶晨发来的短信，说强仔就在场馆的 VIP 出口处。顾秋怡从叶晨短信的内容就能推测出叶晨和萧初然已经离开，想来他们肯定也没什么危险，于是便急忙对陈多多说道，多多，这件事情我们暂时不讨论，你先把眼泪擦干，去外面把强仔接进来，强仔你应该认识的，就是中枢烧鹅店里的那个伙计。陈多多连忙擦去眼泪，点头说道，好，我这就去。说完他又对顾秋怡说道，你得抓紧点时间，咱们赶紧先离开这里，相比之下还是酒店更安全一些。好，顾秋怡道，你先把强仔带进来。很快陈多多便带着一脸焦急两眼通红的强仔走了进来。强仔一见顾秋怡便直接跪在他的面前，哭着哀求道，顾小姐，求您一定救一救钟叔，您如果不救钟叔的话，钟叔肯定活不成了。顾秋怡惊诧万分，追问道，强仔你先起来，你好好跟我说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强仔哭着说道，钟叔被条子带走了，他们说要把钟叔交给移民局，因为有人向移民局举报他非法滞留，条子还说最多5天，钟叔就要被遣返回港岛了。顾秋怡脱口问道，怎么会这样？是那个刘生搞的鬼吗？应该是。强仔连连点头，哽咽道，先前有条子来店里调查您和叶少爷，钟叔怕暴露信息，就提前把监控录像的硬盘毁了，让条子扑了个空。结果紧接着钟叔自己就开始收拾行李，还说要把烧鹅店托付给我，我猜他应该是意识到美国条子会去找港岛的条子调查他的情况，他的行踪也被那个姓刘的掌握了。顾秋怡表情严肃地说道，看来姓刘的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不愿意放过钟叔。说着他立刻又对强仔说道，强仔，你先不要着急，也不要慌张，这不是还有几天时间吗？我会想办法解决这件事的。强仔紧张地说道，
顾小姐，那个带走钟书的条子人还挺好的，但我现在就怕那个姓刘的已经买通了纽约更高层的条子，万一他们特事特办，今天晚上就把钟书送回去怎么办啊？顾秋怡认真道，解决非法滞留是一个司法流程，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不可能今天抓了，今天晚上就送走。如果纽约警方敢违背这个流程做事，我一定会向纽约市政府提出抗议。你放心吧。说着，他转而对陈多多说道，多多，你让我们美国方面的律师去一趟纽约警局，就说是接受了钟书的委托，来为他处理这件事情。律师有权见当事人，而且也有权利要求他们公布执法流程，他们见律师参与进来，肯定不敢乱来。陈多多连忙道，我这就给律师打个电话。好。顾秋怡紧接着又对强仔说道，强仔，你要相信叶晨哥哥，以他的能力，那个姓刘的绝对不敢把钟书怎么样。强仔对叶晨并不了解，所以很是担忧地说道，我没有叶少爷的联系方式，也不知道叶少爷会不会愿意插手。肯定会的，顾秋怡微微一笑，安慰道，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叶晨哥哥搞不定的事情。说着，顾秋怡拿出手机，一边敲击一边说道，我现在就给叶晨哥哥发信息说一下这件事情，我相信他肯定有办法。叶晨与萧初然住的白金汉宫酒店距离演出场馆并不算远，此时的他已经将车开到了酒店门口，将车交给了泊车的小弟。与萧初然一起走进电梯之后，他便收到了顾秋怡的信息。顾秋怡的信息很短很简洁，内容是叶晨哥哥钟书被抓，即将被遣返回港岛。看到这一行字，叶晨最先想到的就是自己和顾秋怡害了他。他觉得唐人街这种地方本身就是一个相对闭塞的小社会，这里有大量非法滞留以及非法偷渡过来的黑户，而且警察一般情况下也不会过问这里的事情。钟书藏身唐人街生活了这么多年都没出事，现在突然被抓，一定是因为自己和顾秋怡引来了李亚林的注意，这才导致钟书自己的身份暴露。而港岛那位刘生又一直将钟书视为一生之耻，一旦得知了钟书的现状，一定会想办法让美国方面把钟书遣送回去。虽说他之前与顾叔叔有过约定，只要钟书不回港岛，他就不再为难钟书，但是他现在用这种办法逼着钟书不得不回去，只要钟书的脚踩在港岛的地面上，那姓刘的找人杀了钟书，就不会违背他当初对顾叔叔的承诺，到时候顾叔叔也没任何理由去找他的麻烦。想到这里，叶晨不禁冷笑，这个姓刘的还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